朋友们，假如我告诉你，你的思想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，你会相信吗？你的每一个念头，宇宙中都有一种力量在回应，尽管你可能无法直接感知到。这意味着你可以大胆地设定愿望，比如希望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，希望自己明年能赚到100万，或者希望自己能够遇见生命中的贵人。这背后的原理就是量子纠缠和波粒二象性。今天我将用简单的语言解释量子纠缠的概念。首先，我们的肉眼只能识别400到700纳米之间的光波，而宇宙中大约90%以上的物质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见的。这意味着，即便某个物体在我们面前非常明亮或非常暗淡，我们也可能看不见它。因此，我们所能看见的事物是非常有限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由能量构成的，而能量之间通过信息进行交流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即使你不认识某个人，接近他时你也会感到开心或者不舒服。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量场或者说气场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量子纠缠。量子纠缠是指2个或多个粒子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联系，这些粒子之间始终保持着信息的交流，不论它们相距多远。当你改变其中一个粒子的状态时，另一个粒子的状态也会瞬间发生变化，这种变化不受时间和空间距离的限制。即使一个粒子位于地球，而另一个位于遥远的外太空，这种瞬时的改变仍然会发生。你的思想也是由能量构成的，可以被视为一种量子状态。你由量子构成，而这些量子之间保持着持续的信息交流。因此，当你向宇宙发出一个愿望或想法时，确实有一种力量在回应你，只是你无法直接看到或听到它。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事物只占宇宙中所有物质的极小部分，不到5%。量子纠缠有一个有趣的特性，被称为观察者效应。在著名的双缝实验中，当你不去观察时，粒子处于一种模糊不定的状态，而当你观察时，粒子的状态会塌缩成一个确定的形式。因此，每当你向宇宙发出愿望时，你应当在脑海中清晰地构想你想要的结果。这个过程实际上参与了量子态的塌缩。只要你能够在心中清晰地想象你想要的事物，那么它就在无形的世界中存在了。如果你不去想象它，那么量子态将保持模糊和不确定。但当你在心中观想时，你就参与到量子态的塌缩过程中，将其塑造成你所想象的样子，这样它就会向你显现。简而言之，一切事物都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，不是科学的尽头是玄学，而是玄学的尽头可能真的是科学。你想过吗？当你想起某个人的时候，对方可能也在想着你。意识就是量子，这意味着你有什么样的意识发出来，就会有与之相呼应的量子来纠缠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同频共振、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的现象。简单来说，宇宙会根据你的内在能量为你匹配相应的外在事物。你可能会问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渴望的金钱或理想的伴侣迟迟不来呢？要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外在物质。外在物质指的是3维物质世界中的具体人事物、名誉、地位、财富等等。那么，内在能量又是什么呢？内在能量是指存在于高维世界中的爱和智慧的水平，它体现在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之中。根据能量守恒的原则，你为他人带来的益处越多，就会和越多的人产生正面纠缠，返回来的正面能量也就越多。因此，要想让生活变得更好，就要创造好的纠缠。施利万物，必然返还。每一个念头都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，它可以跨越过去和未来。你对某个人的当下感受，实际上可能是过去无数次相似的纠缠累积的结果。要解除这种纠缠，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内观。内在是意识、思想和精神所在的高维世界，而外在则是物质、名利和具体事物所在的低维世界。高维世界决定了低维世界的表现形式，而低维世界的波动又会影响高维世界。当大多数人没有觉醒时，他们往往以外在因素来决定内在感受，将自己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寄托在外部事物上，不断地追求身外之物，结果导致内在被外在塑造。由于外在世界的无常变化，这种依赖会导致内心的恐惧感和匮乏感加剧，最终使人陷入痛苦、焦虑和煎熬之中。恐惧感和匮乏感会抑制人们的爱和智慧，形成一种不易察觉的束缚和局限，使人在较低水平的人生中循环。以金钱为例，为什么有些人无法获得他们渴望的财富呢？这取决于他们对金钱的态度和定义。例如，
如果你的同事炒股赚了钱，而你因为嫉妒而冷嘲热讽，这表明你内在对金钱的态度是受限的。不允许他人拥有财富，实际上是在拒绝自己拥有财富的机会。归根结底，这反映出内在存在未解决的匮乏感，这种匮乏感会转化为财富的漏洞。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缺乏爱和安全感，即便拥有再多的物质成就，也无法填补这种空缺，因为大多数人只重视可见的物质成就，而忽视了无形的精神层面。再比如，如果你的前任背叛了你，可能会在你心中形成一种所有人都不可信的信念，这会在你的心灵中形成一个障碍。即使你遇到了新的人，你仍可能重复过去的相处模式，因此你可能总是无法建立稳定的关系。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呢？关键在于主动提升内在的能量，让宇宙为我们匹配相适应的外在物质。记住，不需要过分担心外在的形象，只需关注内在的成长。宇宙总是精准匹配，无论你是否愿意接受。核心是什么？是你对内在能量中爱的体验和智慧的理解深度，这决定了你内在能量的强大程度。爱与智慧是相互促进的，深入理解爱的同时，你将发现越来越多的智慧。随着智慧的增长，你也将感受到更强大的爱的力量。这样的内在成长会让你自然而然地回归清净，甚至能够感知到他人内心的能量流动。比如，有时你能准确地说出他人的想法，这是因为内在能量的匹配。因此，我们的起心动念决定了我们与什么纠缠，与什么匹配。归根结底，你的想法、你的善念或恶意，以及你的持续行动，共同塑造了你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因为每一个意识都会留下痕迹，遍布宇宙。当条件成熟时，这些痕迹会转化成你的生活。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引导你前往应去的城市，遇见应见的人。有时，突如其来的事件会推动你们的关系向前发展。只有亲自经历过后，再回头审视，你或许才能理解这是宇宙的安排和意图。或许我们的命运本质就是量子纠缠。那么，是先有因还是先有果？是先有认知还是先有行动？是先有觉察还是先有改变？是先有问题的提出还是先有解决方案？你可能会认为是先有前者后有后者，但实际上量子力学揭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：因和果是同时发生的，认知与行动是不可分割的。觉察本身就是改变，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。在接触量子力学之前，这些观点可能显得颠覆传统认知，但这恰恰是世界的真相。那么，什么是量子纠缠呢？我用简单易懂的方式来解释。在微观量子世界中，两个粒子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实现瞬间的感应和相互作用。这就是因果同步，因与果是同时存在的。这种现象是否让你感到难以置信？让我们以游戏为例，在游戏中，当你释放技能的那一刹那，是否能击中目标，实际上已经被底层代码所决定。但在释放技能的那一瞬间，你无法立即看到结果，只能等待几秒钟，然后才能判断结果。实际上，结果早已存在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我们的世界与游戏类似，潜意识决定了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又决定了行为，行为最终决定了结果。实际上，所有的结果都在起心动念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了，只是我们看不见这个过程，只能等待结果的发生。在量子世界中，并不存在时间先后的概念，因此大多数人在亲眼见到结果后才会相信，而少数人则是基于相信就能预见结果。这种相信就是人们所说的信念。人们将能够理解的现象称为规律，而对于无法理解的现象则视为命运。这对普通人有什么启示呢？成功的关键往往不在于能力本身，而是能力背后的信念。你相信什么，最终就会成为什么。如果你认为某件事不可能实现，那么你很可能就会失败。因为人们往往会巩固自己已有的观念，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消极世界观，最终找到证实自己观点的依据。相反，如果你认为某件事有可能实现，那么你更有可能成功，因为你将会积极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。正确的态度本身就是成功的一半。关于那些强调天赋重要性的言论，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，只有利和弊的区别。讨论天赋和努力哪个更重要并没有意义，重要的是哪种观念对你的人生更有利，并且能帮助你取得成果。只要稍微了解一些量子力学的知识，你就能比绝大多数同龄人更早地具备洞察未来的能力。量子力学的魅力是什么呢？
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对量子力学有全新的认识，甚至可能改变你的命运。我将从3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点。首先，很多人反对宿命论，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在中学时期学习的经典物理学太过扎实，而对量子力学却知之甚少。因此，普及量子力学知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中学时期我们都学过经典力学，只要知道了物体的初始速度、质量和受力情况，就可以计算出它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的确切位置。从哲学的角度来看，这就意味着未来发生的一切事件早在初始状态设定时就已经确定了。例如，你的人生从宇宙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规划好了，你能够看到这个视频也是命中注定的。这就是经典的机械决定论，也被称作宿命论。这时有人可能会问，物理学和哲学有什么关系？实际上，哲学的基础是世界观，而世界观受到物理学极限的影响。早期的物理学起源于哲学，物理学巨匠牛顿所著的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这本书就很好地体现了物理学与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。因此，在早期，物理学和哲学的研究领域并没有明显的区分。以上所说的是初高中阶段的物理知识。如果你继续深造并在大学接触了量子力学，你可能会觉得量子力学非常难以理解，但实际上它与传统物理学一样简单。你觉得难，是因为你接触它的机会太少，时间太晚，大脑已经被传统物理学先入为主。此外，很多人没有上过大学，即使上了大学，选择物理方向的学生也是寥寥无几。量子力学本质上是一种物理理论，是对自然界现象的总结和归纳。因此，你面对的不是难以理解的量子力学，而是需要探索的自然界中不太容易理解的现象。第二点，我们所处的世界可以分为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，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原子。大于原子的物质属于宏观世界，小于原子的则属于微观世界。量子力学研究的是微观世界中的物理现象。最初，物理学家们假设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物理规律是相同的，但后来发现两者几乎没有共同之处。如果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规律相同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使用经典力学来描述微观世界的现象，量子力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。这样一来，物理理论就会简单得多。微观世界中令人困惑的是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的规律，这种运动并不遵循像地球绕太阳那样的圆形轨道。实际上，电子并没有固定的轨道，它们的运动是随机的，无法通过任何计算精确预测其下一个位置。因此，电子的运动规律否定了我们中学所学的物理知识。实际上，不仅是电子，所有微观粒子的位置都是随机的，需要用概率来描述。而我们的人体是由微观粒子组成的，这意味着人的命运并不是被预先设定好的，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命运。最后一点，为什么说量子力学具有独特的魅力呢？如果没有量子力学，市场上可供我们使用的电子产品种类将会减少 99% 以上，因为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芯片运用了大量的量子力学理论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谁对量子力学有更深入的理解，谁就能掌握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。实际上，宇宙的规律并没有宏观和微观世界之分，从根本上说，一切都是由微观世界的现象主导的。量子力学中的量子纠缠、量子叠加等现象才是宇宙中最普遍、最基本的现象。我们之所以难以理解它们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已经被宏观化、已经被观测坍塌的世界中。那么，量子物理学是如何帮助我们改变人生的呢？人们总是在反思过去，希望能从中吸取教训，提升自我。然而，用旧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旧的问题，只会带来同样的结果。许多负面情绪和自我批评具有成瘾性，你越是沉浸于负面情绪中，就越能从中感受到自我的存在，而这种模式会让你陷入一个负面循环。打破这个循环的方法是启动精神的力量，利用强大的潜意识进行自我暗示，将你期待的未来提前带入到自己的身体里。当身心合一时，那个自我会引导你走向你所相信的未来。波粒二象性的现象可以证明，人的看见具有真实的力量，在当下体验未来，但这种体验必须是发自内心的、无条件的，身体和精神的体验应该是同频共振的。最有用的方法之一仍然是正念冥想，这是一种被广泛推荐的方法。当你体验未来时，不要被物质所控制，而是要驾驭物质，而不是被物质所驾驭。如果我们这样想，
如果我有足够的财富去购买更多的东西，我一定会欣喜若狂。那么这种心态只会让我们越来越倒退。我们必须在财富出现之前变得快乐。最好的状态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力量。记住，你值得拥有宇宙的一切美好。愿你时刻保持正念和愿景，创造属于你的精彩人生。